果问最令你惊艳的电影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心里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小丑。国内无缘上映，国外早已把它捧上天，直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成首部入围欧洲3大电影节的电影。是的，即使整部电影画风异域邪气，看得让人喘不过气，但小丑扮演者瓦昆·菲尼克斯用惊艳的演技向世人证明，希斯莱劫之后再无小丑的话可以收回了。惊为天人，入木3分，这就是瓦昆·菲尼克斯版的小丑。当然，有这般惊人的人物刻画和代入感，和他现实的人生密不可分。毕竟瓦昆·菲尼克斯的前半生也犹如一场噩梦。他是好莱坞最多才多艺的演员之一，从《渔歌同行》中的乡村音乐偶像强尼卡什，再到角斗士中邪恶的康茂德，菲尼克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风格和音域几乎是同龄人无法匹敌的。但与其他许多凭借各种特权进入影坛的影星不同，菲尼克斯是一点一点从底层迈进好莱坞的一线大门的人。但对于他来说，一个充满灰暗的童年以及少年时失去哥哥的痛苦经历，都是菲尼克斯要克服的巨大障碍。但随着他作为一个电影传奇的未来，有必要探索一下瓦昆·菲尼克斯那不为人知的过去。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瓦昆·菲尼克斯的故事。瓦昆·菲尼克斯原名华金·拉斐尔·波顿，于1974年10月28日出生在波多黎各，家里一共有5个孩子，他排行老3。值得一提的是，在瓦昆还未成名前，他大哥 River 就是个广为人知的明星。由于他父母参与了某个组织，他在3岁之前就游遍了南美洲和中美洲，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委内瑞拉度过。在5岁左右，父母带着他们的5个孩子回到了美国，和父亲约翰的家人住在佛罗里达州。他们将自己的姓氏波顿改为菲尼克斯，以纪念一个从灰烬中复活的神话生物的象征。这个象征最终成为了这个家族的标志。但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黑暗。他的父母其实是早年一个叫做上帝之子的邪教组织教徒，而这个邪教组织最丧心病狂的是，他们竟然抛弃伦理纲德，鼓动成人与儿童幼儿之间发生关系，并美其名曰性的探索。瓦昆的哥哥 River 就曾在一次节目中透露，自己小时候不但被强制入教，还在4岁那年第一次和一位女童发生了性行为。不仅如此，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早在 River 5岁时，就已经被父母强制要求上街卖艺赚钱。约翰的孩子们以在街上演奏音乐赚取租金，成为家里的经济来源之一，直到他们的母亲哈特找到了一份演员经纪人的工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6岁那年River 在街头被好莱坞星探挖掘，踏入了电影界。随后瓦昆在12岁时也跟随哥哥开始了演艺生涯，在科幻片《太空险航》中扮演角色。本身外观俊朗秀气的 River 以异域美少年的形象出道，一度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小童星。21岁那年，他凭借不羁的天空中惊艳的演技，获得了那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但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让 River 染上违禁品，并把他拖入到无底深渊。在1993年一个普通的夜晚， River 去好友约翰尼德普的酒吧里玩耍， River 却因服用了过量的药物而猝死。妹妹瑞恩虽然试图心肺复苏来挽救，但还是于事无补。这一打击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创伤。而当天的晚上，瓦昆也在场。瓦昆当时只有19岁，他的哥哥刚满23岁。或许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哥哥的死亡，对瓦昆的打击很大，他的精神支柱崩塌了。长达好几年没办法站在聚光灯下，没办法面对摄影机，娱乐圈查无此人。也许是大哥生前对瓦昆指引起了作用，1995年瓦昆选择重回影坛。然而他自此之后却总是喜欢扮演一些乖张癫狂、喜怒无常的配角。当时就有影评人评价瓦昆在表演痛苦方面有着浑然天成、接近原始的力度，但他的演艺事业却仍旧不温不火。
直到2000年，《角斗士》改变了这样的局面。这部电影让瓦昆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也让全世界开始记住这张脸。瓦昆·菲尼克斯在《角斗士》当中饰演黄二代康莫杜斯，一手导致了男主角马克西姆斯的悲惨境遇。在《权力的游戏》里，乔弗里上线之前，康莫杜斯是最让人讨厌的黄二代，没有之一。瓦昆·菲尼克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其实并不是很懂表演，很多时候只能枯坐着放空大脑，期待能够灵光一闪，捕捉到角色的状态。随后更有记者指出，瓦昆·菲尼克斯属于本能型表演者，只要他能够找到状态，就能够完美的表达出角色。瓦昆·菲尼克斯在角斗士中丝毫没有烟火气的表演，让他备受认可。此后的数年中，他接拍了多部电影，在每一部电影中都贡献出惊艳的表演，演技也成了瓦昆·菲尼克斯人生中最重要的标签之一。这段时期，瓦昆·菲尼克斯多数都是扮演一些阴郁的角色，这或许与他多年来的经历有关，所以他能够与这一类型的角色更轻松地产生共情，更形象地将角色演绎出来。但是真正让瓦昆·菲尼克斯一战成神，还是2005年那部《与歌同行》。2005年，瓦昆终于接到了一部改变他命运的邀请。这部影片的男主就是那时候被称为美国草根精神的传奇歌手约翰尼·卡什。他因看了瓦昆在角斗士中的表演后，顿觉瓦昆犹如年轻时的自己，指定瓦昆以后出演自己的传记电影。事实也证明了他没有看错，瓦昆在戏中与他高度重合，并凭借演技得到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帝提名。以此为节点，瓦昆·菲尼克斯彻底走上了不疯魔不成活的道路，也一步步走上了双料影帝的高地。约翰尼·卡什与瓦昆·菲尼克斯之前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这位歌手在台上几乎全是正面形象，时时刻刻充满爱意。瓦昆·菲尼克斯在电影中完全抛弃了以往的冷冽风格，变得温暖阳光，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该片导演詹姆斯·曼高德也表示难以置信，没想到他一站在麦克风后，超凡的感召力和内心喜悦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瓦昆·菲尼克斯在这部电影中颠覆性的表演，也让他再一次获得了奥斯卡的青睐。2006年的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之一，就是与歌同行的瓦昆·菲尼克斯。不过遗憾的是，他再一次陪跑。上一次奥斯卡提名，他把角斗士主角罗素·克劳送上了影帝宝座。这一次提名，他为与歌同行女主角瑞希·威瑟斯彭带上了影后桂冠。由此可见，瓦昆·菲尼克斯并没有一直吃老本，而是选择了对自己来说更具挑战的角色。奥斯卡的提名也对瓦昆·菲尼克斯的努力给予了肯定。2012年，一部大事让他获得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影帝。2013年，一部科幻爱情电影《他》备受国内外媒体赞誉，口碑爆棚。2017年，他在《你从未在此》中饰演一名患有创伤后遗症的老兵，这个角色让他拿下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影帝。如果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观看他的全部电影，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日渐疯魔的中年人，他正不断突破正常人心理和生理的极限，直到他演了这部小丑。在很多人看来，瓦昆·菲尼克斯从来没有为了演小丑而做任何准备，他只是刚刚好变成了小丑，就顺便出演了这部电影。连其他演员都说希望很难和瓦昆沟通，好像他随时随地都在角色里，会不由自主的哭，不由自主的笑。与其说小丑是一部伪纪录片，倒不如说它也是瓦昆一种另类的人生故事片，不断打破自己，又不断重塑，从绝望到癫狂，从癫狂到重生。这是瓦昆作为演员的道路，也是他真实的人生之路。就是一个这么有实力又这么努力工作的影帝，备受各界肯定。最近居然曾被美国知名主持人温蒂·威廉斯嘲笑了，因为瓦昆·菲尼克斯是原生兔唇，因为基因或者药物影响，他无法选择从娘胎里出来就有这个缺陷。如果影迷在大荧幕曾仔细观察瓦昆·菲尼克斯的脸，会发现他的嘴唇上方有着一道像是疤痕的痕迹。
瓦昆·菲尼克斯天生就有着唇腭裂的情况，被称为是隐性兔唇，从在母胎中就已经形成。长大后，瓦昆·菲尼克斯也没有特意去对这道天生的痕迹进行外形调整的相关手术，就让它自然与自己相依。因为他的情况还算比较好，唇腭裂变成了一个类似疤痕的印记，反而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印记。不过没想到主持人温蒂·威廉斯在节目中一一盘点金球奖典礼重心之时，这位作风辛辣的媒体名人就直言，我发现瓦昆有一股非常诡异的吸引力，他曾在为你钟情中扮演过 Johnny Cash， 不是雷西·威斯彭吸引我看完这部电影，而是瓦昆。他知道如何转换自己的样子，当他刮掉胡子后，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好看的鼻子，另外还有这个，你们怎么叫它？就是 cleft lip。 我发现这非常吸引人。虽然字面上温蒂·威廉斯似乎是在赞美瓦昆，但他却同时用手指掀起上唇，模仿兔唇人们的模样，而引发争议。温蒂公然在节目上用手指模仿兔唇的模样，引发了诸多网友的挞伐，尤其是家中有唇腭裂孩子的父母更是不能接受。有不少网友号召要联署给电视台，要求开除温蒂·威廉斯。在大量网友洗版炮轰之下，温蒂·威廉斯发表了公开致歉的声明，并承诺将向唇腭裂相关慈善机构进行捐款，未来也将致力于鼓励观众更加认识唇腭裂族群。不过，许多网友依然不领情温蒂·威廉斯这种以嘲弄他人为乐的艺风，认为如果他这么喜欢拿外貌当笑话，为什么他不先照照镜子？事实上，对于这些嘲笑，瓦昆本人毫不在意，他一直坚定在自己的道路上，一直选择遵从本心。希望瓦昆·菲尼克斯可以一直坚守自己的内心，被生活温柔以对。靠着出神入化的演技，完美诠释了小丑的形象，将亚瑟成为小丑前那种受到外界的压抑和痛苦，逐渐黑化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小丑扭曲身体语言、表情、笑容，甚至眼神变化都演了出来。典礼结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未婚妻鲁尼马拉吃着汉堡庆祝，而两人幸福的画面甚至比两人之间的小金人更加耀眼。原来私底下的瓦昆·菲尼克斯其实拥有许多和鲁尼马拉的简单幸福故事。现年44岁的瓦昆·菲尼克斯与34岁的鲁尼马拉因拍摄《云端情人》认识，当时两人没有过多的交流，反倒是数年后，两人才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合作中擦出火花。相恋后，瓦昆·菲尼克斯才透露，当年拍摄《云端情人》时，他其实有偷偷搜寻鲁尼马拉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他能有更深的了解，并且鲁尼马拉是第一个会让他在网络上找资料的女孩。两人的成长背景差异巨大，瓦昆·菲尼克斯出生于嬉皮家庭，小时候常常过着居无定所且贫穷的日子。不过鲁尼马拉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千金小姐，她的外曾祖父与曾祖父分别是职业美式足球匹兹堡钢铁人以及纽约巨人的创办人，但这却没有阻挡两人的爱情，因为双方个性一拍即合，且都拥有助人为本的天性。在大家的印象中，出道30多年的杰昆·菲尼克斯一直以来都是以忧郁、深沉、内敛的印象示人。比如在电影《他无理之人》，他也将这种形象带入了角色之中。但是这样的他却唯独只对一个女人会展开笑容以及疯狂的一面，那就是他交往3年的未婚妻鲁尼马拉。杰昆·菲尼克斯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说起小丑这部电影，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小丑荣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奖，再加上全球影评人一致赋予其超高评价，也让这部电影火爆全球，更让全球影迷直呼过瘾。为了演好小丑这个角色，他减重23公斤，瘦得肋骨根根分明。他还专门学习药剂知识以及了解药物的副作用。此外，他还参阅大量书籍和电影，体会角色的犯罪心理。因为他在荧幕后的付出，才有了荧幕上我们看到的杰昆版小丑。电影里
里有一幕小丑在高高台阶上自由舞动的身影，那个孤独的、悲哀的、脆弱的身影是电影里的小丑，或许也是他心中的小丑。生于贫困落魄的嬉皮士家庭，儿时曾沿街乞讨，哥哥因车祸丧命时，他因醉酒没有帮上忙，一度深陷打击并沉寂了2年之久。今天带你一起再认识一下这位有点特别的影帝，他如何走过人生最黑暗的经历，改邪归正。在大家印象中，出道30多年的杰昆·菲尼克斯一直以来都以忧郁、深沉、内敛的印象示人。比如在电影《他无理之人》，他也将这种形象带入了角色之中。但是这样的他却唯独只对一个女人会展开笑容以及疯狂的一面，那就是他交往3年的未婚妻鲁尼·马拉。小10岁的鲁尼·马拉出身自豪门，曾祖父和外曾祖父是美式足球纽约巨人队和匹兹堡钢人队的创办人，爸爸是现任纽约巨人队的副总裁。但身为不折不扣的千金大小姐的她，偏偏爱上了出身贫穷的杰昆·菲尼克斯。鲁尼·马拉和杰昆·菲尼克斯因拍戏相识，2013年两人首度合作，他在片中饰演前男女朋友，却没有擦出火花，反而是在3年后合作《抹大拉的玛利亚》才坠入爱河，并于隔年的戛纳影展红毯首次以情侣身份亮相。杰昆·菲尼克斯出生于嬉皮士家庭，小时候一直和家人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而即使两人的家庭背景有着极大的差距，当杰昆·菲尼克斯的忧郁遇上鲁尼·马拉的独往低调，个性却一拍即合。当时爆出两人交往的消息时，更被网友戏称是怪咖情侣。杰昆在与鲁尼交往之前，跟入选全球最美50人的利弗·泰勒交往过3年，但这段感情最终没能修成正果。据说利弗的父亲强烈反对女儿跟杰昆交往，甚至警告杰昆从我女儿身边离开。此后杰昆成为绯闻绝缘体，直到遇见鲁尼。鲁尼·马拉第一次与杰昆·菲尼克斯合作是在2013年的电影《他》中，马拉在片中饰演菲尼克斯的前妻。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菲尼克斯透露了自己和马拉见面的经历。她是我在互联网上唯一搜索过的女孩。然而在拍摄期间，菲尼克斯也说他认为马拉看不起他，但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害羞，而且他也很喜欢他。他们在电影结束后就开始约会了，直到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他们才向外界透露了恋情。两人交往3年后，于2019年订婚。没想到这个个性很独特的恋人交往3年后，在2019年惊喜宣布订婚。根据两人友人说法，鲁尼·马拉与杰昆·菲尼克斯十分享受两人的独居时间，他们就像活在一个专属于他们的泡泡里头，非常享受无人打扰的生活。而自从两人开始交往后，鲁尼·马拉就被说有帮夫运，因为杰昆·菲尼克斯不但先在2017年以失控救援夺下戛纳影帝，之后又顺利接下 DC 反派大片小丑问鼎奥斯卡影帝。杰昆·菲尼克斯也不忘感谢女友的鼓励和陪伴，宣传小丑电影时总是不忘带着爱人出席，在多伦多影展中获演员成就奖时，直接在台上甜蜜喊话感谢未婚妻。杰昆·菲尼克斯致辞时这样说，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里，有一只超棒的龙，我想扯掉它的翅膀，把它用毯子绑起来，然后永远跟它睡在一起。我爱你，谢谢你。连示爱的方式都这么独特，这一对果然是绝配。两人无论气质或风格都十分相似，因此时常被安排演出男女主角。杰昆·菲尼克斯甚至经常向导演提议女主角可以找鲁尼·马拉。相恋后，杰昆·菲尼克斯和鲁尼·马拉无论在私生活或公开出席场合，都不避讳牵手或更亲密的动作。其实两人都没有任何社交账号，但从不刻意秀恩爱的他们，却总在狗仔的镜头里流露出最幸福的笑容。回顾他们相恋以来的点滴，常被拍到一起散步、一起逛市集，也一起走上街头为拯救动物而发生的画面，一点都没有影后影帝的架子。
而本来很少笑容的杰昆·菲尼克斯，自从与鲁尼·马拉相恋后，就多了许多笑容，甚至红毯走到一半，被媒体捕捉到他看着鲁尼·马拉笑得甜蜜，眼神里满满都是爱。本来出席活动只是浅浅微笑、很安静的鲁尼·马拉，当身边有杰昆·菲尼克斯时，总是活泼许多，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杰昆·菲尼克斯在一旁开玩笑而忍不住害羞起来。偶尔鲁尼·马拉不小心深情地看着杰昆·菲尼克斯的样子也十分迷人。天生个性都十分低调的他们，却愿意为了彼此频频站台。鲁尼·马拉更是无条件支持杰昆·菲尼克斯的事业，无论电影宣传多忙，他总是默默陪伴在未婚夫身边。在外形和心理上都相当契合的他们，私下十分亲民，不爱购买名牌，崇尚简约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深受粉丝的喜爱。奥斯卡颁奖典礼后，新科影帝和未婚妻躲在楼梯间吃汉堡的画面真的太动人了。鲁尼·马拉的帆布鞋和杰昆·菲尼克斯的小金人形成有趣的对比，自然不造作，低调却甜蜜，这是两人怪咖式爱情最美好的模样。瓦昆·菲尼克斯与鲁尼·马拉从相恋到订婚仅仅花了3年的时间，这段期间两人无论是公开或非公开场合都不会避讳亲密动作，并且也时常被拍到一起散步、逛街或者是为公益发声。如今瓦昆·菲尼克斯成功夺得奥斯卡影帝，也代表其事业将一飞冲天，可说是事业爱情两得意的最佳代表。